飞机是明天的早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把车拆好，最好还是要趁着有日光的时候。这次拆车就不用像在台湾拆车要上飞机这么麻烦啦，因为反正回去不会煮，煮不起来，丢给车店就好了。台湾的修车真的很便宜，在日本的车店买一条内胎就要台币400块，在台湾网拍的话都可以买4条了，就算在车店买也可以买到2条。然后这个车子加减擦一下，免得又被说带了国外的泥土回台湾，有检疫的问题啦。还记得第一次还日本，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前货架，因为它是用后货架的轴距去土法炼钢去垫那些垫片垫出来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前货架是整趟还日本行程里面最可靠的，完全都没有再把螺丝上紧，就这样子一路非常稳的陪了我3次旅行。唯一的缺点就是拆装真的很麻烦，垫片的顺序啊跟安装的顺序全部都不能搞混，不然就会装了 A，B 装不进去。然后在拆油压碟的时候，切记手不要多按啊，像我刚刚前轮拆了，很不自觉的。平常骑车停车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按着刹车锁着前轮去做，但现在前轮拆了，在安装起油压挡片之前都不能按。刚刚在安装油压挡片之前，不小心手按了一下，好险还没有完全闭合，还可以把它撑开。好习惯把它含回去啊！虽然说拆可以随便乱拆，但少一个零件还是要买，搞不好还要等料嘞，就稍微含着啦，不要把东西弄掉就好。原本想说刚车子正面擦的差不多了，翻过来还有的擦嘞，好险最后几天链条油没有重新上了，手摸下去不会油油的。导致的情况下，后变速器是不至于一定要拆啦，但为求保险，我还是建议大家拆一下，但要安装回去就有点麻烦了。再来就是轮胎要泄气，没有泄气是不能上飞机的，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是规定，因为飞机的客舱好像没有加压吧，如果你没有泄气的话就会爆炸，要亲手把轮胎泄气，这个动作还是有点不甘愿的，打气很累的。这个箱子的大小是130×70×20，比我当初运来日本长宽高都小了一大号吧，所以现在看到连车轮其实都要打斜的，所以大家到便利商店消费吃饭拿到这些塑胶袋，记得不要丢，全部都可以拿来当最后的缓冲材。日本的塑胶袋也很薄很轻，可以多留几个。最后液体水全部倒掉，这是规定，还不错。虽然箱子小了一点，但是所有的配件、车前包、快拆杆、踏板、安全帽、水壶、后货架、前货架也全部都塞得进去了，稍微动点巧思还是可以的。整个流程做完下来大概1个半小时。刚刚虽然说要随便乱拆啦，但是毕竟还是陪自己征战3次还日本、3进如林的车子，还是有点爱惜的。其实后来发现箱子小刚刚好，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东西不会随便乱换，很紧实，甚至我连后变速器都不用拆，它就好好的卡在那边。也因为少了外胎跟4条内胎的重量，所以刚刚称重起来还蛮有余裕的，搞不好晚上还可以出去再战一波。但我的日币已经快没有余裕了，再下去真的要刷卡了。虽然这趟旅程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辛，值得好好的犒赏自己，但是我也觉得消费过头了。为了不要让自己晚上又去干一波傻事，所以最后再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环北海道的行李配置咯。旅游每个人有大家自己的形式啦，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装备习惯去做调整。那这是我的方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也会说一下我这一次行程的一些心得。首先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这一袋是后货架上面最重的这一袋。如果大家有要露营的话，那这一袋可以说不可或缺。这个的话是15公升的防水备用的背包，我平常不会背，其实这一趟行程也没有用到。我平常还是习惯背这个比较大的20公升的防水包。之前在买伴手礼的时候，这一个是可以把它绑在前货架上面的，所以算是一个备用的手段。这个大家听听就好。接着这一个厚重的羽绒外套有没有必要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可以带那种轻便折叠式的就好了。如果在冬天晚上露营醒来的时候，早上确实会有点冷，但其实也不一定要用到这一件，可以用我平常穿到的那一件防风不透气的雨衣即可。这一件其实有点重量啊，这个不是可以轻便折叠的，大概1公斤以上。这个虽然是不起眼的弹力绳，但其实也是有精华在里面的哦。这一条是粗壮的，而且长度没有太长，也就是说你不用在那边绕来绕去，它直接一扣一拉，
直接就可以锁紧了。睡袋我用的是黑冰的 A700，其实我不推荐北海道的冬天只用含容量700克的，晚上睡觉是有点冷，但是再加上身上的衣服补足的话，是可以达到适合的温度。如果大家比较怕冷的话，可以买含容量1000的，而且我觉得不要买信封式，买木乃伊式的，脚比较不会冷。也因为我这个黄色的袋子是66公升的，很大，所以我这个睡袋不需要特别去压缩，早上起来的时候随便塞一塞，你看这个头还露出来，没有关系。这个是睡垫一样，因为袋子空间很大，所以我也不用把它塞得很好。全充气式它的缺点就是你的地板要先检查一下没有钉子，不要把它刺破，因为只要一刺破了，它全部都会泄气。里面没有填充海绵，有些人用展开的蛋壳式海绵，它的优点是不会被刺破，但缺点也是因为厚度不够，所以晚上睡起来就有点硬，隔温效果不足。如果大家有好一点的R值高一点，隔温更轻量化的话，也推荐大家使用，不然这个下来也是有700-800克，有点重量。这个是帐篷，等一下摊开来晾一下好了，不然回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整理。包含外帐的话，重量是1公斤，但是我的外帐是分开放的，因为外帐就算没有因为下雨而被弄湿，其实晚上也会被你人体呼出来的水汽给弄湿。内帐跟外帐分开放就好了，内帐不要湿最重要。这个车锁在日本买轻便式的就好了，爱锁不锁随你啦。我来3次都没有被偷过。以上这个66公升最大最重的包包，全部都跟露营过夜有关。如果大家没有这个需求的话，以上这一段就可以忽略。接着是后面左边的马鞍包，左右两边其实没有差，主要是后面的马鞍包，因为上面会压着一个大袋子，你要拆弹力绳，要拿东西比较麻烦，所以放的都是平常骑车不会用到的东西，除非必要的时候你才会把它拿出来。这一袋里面放的全部都是修脚踏车的工具，既然都要修车了，那全部行李卸下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嘛。小型的瑞士刀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用，我要它的只是它的尖嘴钳。假设你的油压碟是用插销来令片，你拔不出来，或者说你要凹折那一根的时候，其实可以用到这个尖嘴钳，或者说有时候你外胎卡了一个玻璃，可是用手抠不出来，用这一个插下去拔出来。可以，偶尔会用到。这个是备用薄的开口扳手 ，size 是10跟8的。当然，这也是双重保险。我最常用的小6角扳手跟开口扳手，全部都放在我刚刚收到车子里面的车前包了。备用的360相机支架，我最后再加一根延长杆啊！不要再问了，每次都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延长杆我没有带备用的，在中途竟然是那个延长杆被弄歪。北海道算你狠。备用的刹车来令片，当然如果是 C 甲 V 甲的也要带，因为油压碟自动性强，刹车片磨耗的比较慢，所以这一次我全部换新了之后，这2片没有用到。前轮的轮组培林啦，这个应该可以不用带。如果你前轮爆了，我觉得你行程就先中断好了，带这个应该也修不起来。360相机前面的那个支架环，这个东西绝对不要买塑胶的，要买金属的，断了肯定是摔相机。我在环日本的时候就摔了一台360，钢丝前轮2只，后轮2只，高负重的情况下断钢丝绝对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基本上单车店的维修师傅都会调整偏摆安装钢丝，但是不一定会有你适合车子的长度的，有些什么283、285、287，靠近一点的还可以通用，但是如果差太多没有料的话，那你就只能顶着那个偏摆的轮圈继续骑。碟刹还好，但是如果你是 C 甲 V 甲会磨到刹车皮，那这个就没办法骑了。所以像这种钢丝，我会跟备用的后轮长，包含货架的快拆杆放在一起，然后还有前轮备用的快拆杆也放在一起。其实快拆杆很坚固啦，虽然扛着我后轮3个大包包的重量，基本上我也没试过会断的，但是就备用嘛。北海道好恐怖啊！大家看到我在北海道发生的意外，就知道我的担忧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了。这个是前轮的狗骨头，这个只有在拆装车会用到啦，但是很轻。为什么现在会在我手上？因为我忘了装了。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是后轮后变速器的钩爪，通常会摔凹摔弯的都是这一片。进去吃个饭出来，发现车子被风吹倒了，倒的如果是后变速器那一边，这个钩爪就要换掉。钩爪每一台车都是特殊的形状，所以这个东西你在日本绝对找不到，你要在台湾事先买好。这一次因为我怕熊，所以带了2个，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出来，一点毛用都没有。熊还没有被你吵醒，自己就会被吵死啊！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拿出来用。真的要防熊，还是要带防熊喷雾，但就见仁见智，因为防熊喷雾不便宜。我这一次没有遇到，但不代表大家不会遇到。北海道的居民基本上都很怕熊的，熊跑的速度时速60公里，近郊国道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一点大家自己斟酌一下。这个一样是6角扳手，但是是吸带式的。吸带式有个缺点，就是它会被你的角度啊，还有这个拿捏的手感，其实有时候不好伸进去。这一组我只是当做备用的。假设你在路途不见了，6角扳手这种东西，大概随便一个工具店，大家都有办法买得到。这个是吸带式的打链器，这一次我终于花重本买了这个500块。
就为了一个字轻便，小小的一个。什么时候会用到？就是当你链条不慎踩到变形、踩到断链的时候，你会需要打链器把坏掉的那一节给截断，再把两边接起来，让你勉强可以继续骑到下一个点，让你换上全新的链条。基本上还是那一句话，我还没有踩过会断链。如果真的担心的话，出门换新链条，然后磨合个100-200公里，打链器的本体其实真的很轻，其实带着也好。如果前面讲的都是杞人忧天，接下来我讲的这些东西就重要了。首先，这个是轮圈符合你 size 的衬带，宽度最好买宽一点的，能够很轻松的把钢丝的那个孔全部给遮起来。有时候你检查内胎破洞的时候，它并不是靠近外侧哦，如果是内侧歪掉，让钢丝孔露出来，刺破内胎的话，那你直接换一组全新而且内衬宽度够的内衬上去就好了。首先是内胎必带，不管你是有内胎无内胎，无内胎当做备案，有内胎更是要带。这一条内胎，我建议大家至少带3个起跳。大家不要想说有带补胎片，内胎就可以少带。你如果真的这么省，回家慢慢补啦。出去旅行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还有一次搞定的这种妥善性。你不会想要换一次，发现哎呀没补好又破洞，途中有低于2条的情况，就要把它补回来。在这一次北海道20天左右的行程里面，我总共消耗了5条内胎，然后还有这一种补胎片，有圆形小片的。方形大片的，我最常用的是方形大片的，你可以把它贴在外胎的内侧，去挡住那些破洞已经被刺穿的地方。基本上经过这样的补充之后，同一个位置我没有再发生同一次爆胎。接着是手打的打气筒，凡事都要有备案，不要觉得你有电动打气筒就可以忽略这个手打的。虽然手打的有一定的重量，但是电的东西你什么时候坏掉，什么时候进水不知道。钢瓶就不要带了，好像上飞机还要申报，就自找麻烦。现在电动的比钢瓶的还好用，重量又轻，钢瓶还是一次性的。我觉得就是电动的加手动的2种打气方式就好了。以上就是脚踏车工具的部分，大家看，奇怪，怎么体积这么小？有需要用到这么大的袋子装吗？因为我消耗了4条内胎加上1条外胎，这种骑2-3千公里的行程，因为有负重，所以外胎的寿命会比你想象中来的短。链条油要带啦，下完雨过后像这样子哦，太阳好热，好适合骑车，但这个天气不属于我。链条油你就可以重新上。旁边的电火布厚厚一卷，其实我觉得可以用掉一些，因为这个还真的蛮重的。但是我旧的那一卷快用完，所以我带了一卷全新的。其实用不着这么多啦，出门前你可以把它拉掉一半。这个其实还是蛮有讲究的，我挑了好久才挑到这种有粘性、有弹性的电火布。后面的第2袋是放的是电子用品，这一袋会随着我跟着一起上飞机，因为里面会放锂电池。除了相机的电池跟电动的打气筒以外，其他电器用品基本上都是晚上才会用到。所以这一袋我也是放在后面，没有关系。电子用品因为里面包含资料，所以很重要，我都会拿这些硬壳再做双重保护。记忆卡我建议大家分类的详实一点，因为手边没有电脑，其实很难确认状态如何。这一区是还没有备份的，这一区是已经备份完的。相机的充电座，豆腐头多带几个，口味比较多。虽然饭间都会有插头，但是通常都是上一个下一个，2个之间豆腐头会互相打架。有了这一种转接头，稍微延伸一下，你的豆腐头就可以随便乱插，不会互相打架。然后就上面一大堆的线材啊，比较新的电器都是用 Type C 嘛。然后塑胶袋很重要啊，而且要用台湾这一种有点厚度的塑胶袋，日本的塑胶袋太薄了。因为像这一种啊，马鞍包虽然它标榜全防水，但是它的胶合处或者说缝合处的地方，它里面有一些空心的铆钉，久了它还是会慢慢渗水，虽然不严重，但是会慢慢在底部积一层小小的水，所以我连袋子的内侧最下面我都会垫一层塑胶袋，撕那一层塑胶袋就好了。大堆的尾灯啊、前灯啊，这个是加雪龙最新的 V9D 2000流明的前灯。但是你不会用到2000流明，其实我用的都是微亮模式。夜骑的影片，其实我用的都是200到400流明，这样的亮度非常够用了。晚上骑车最重要的是续航，你不想要2000流明的灯，哇，好威猛好亮，结果1个小时就灭了。所以像这种货真价实的高流明、高防水的前灯，在出远门旅行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投资的。相反的尾灯，我觉得用比较便宜的小青蛙灯，因为水一直在喷。尾灯啊，我的个人见解是不用太亮，因为晚上天很黑，你只要有点，基本上都会亮。尾灯的目的是要让后车知道你，前灯的目的是要照亮路面，所以前灯要亮，后灯我是觉得还好。电动打气筒啊、码表啊，还有这些备用的电池，平常我都是放在前面伸手可得的位置，因为很常使用到。但是因为现在要上飞机的，也全部放在锂电池的这一包。记得只要有锂电池上飞机，一律建议手提。2颗行动电源，还有1颗正在边充边录。这个是一个 USB Hub， 它可以让你用手机去 check 你的硬碟里面的档案，但是不是那么好用，除非你是比较高阶的手机 USB 传输速度够快，不然如果你是用2.5寸或3.5寸的行动硬碟，它是要吃电的。你可能1个晚上没注意，你在边传档案的时候，它就
把你行动电源的电量全部吃掉。所以我还是建议记忆卡多带，等到有电脑的时候，你再去做传输档案的动作。这一颗就是行动硬碟，因为非常重要，所以外面有一个硬壳保护，里面还有一个硬壳保护。途中我摔了一次后货架嘛，这个也是完好无损，因为保护太多了。相机支架螺丝啊，读记忆卡的读卡机啊，还有一些备用的线材也全部都会塞在这个网袋里面。这些以上就是全部会放在后面的马鞍袋右边的电子用品。接下来我们来讲前轮的这两个包，这两个包有个好处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很轻松的伸手往前就可以抓到东西。这个是放在我的前轮左侧，因为我右手是惯用手嘛，所以右手的地方我会放一些吃的、面包、备用电池这些我常常需要伸手拿的东西。这个包我很少打开拿来用到。这个防熊喷雾卖不掉，26000日币。这个是轻便的魔术头巾，在台湾常常用，但是在日本的北海道我用的都是抓绒的。抓绒的我有带2条，中山卡我给了美国人，包含有一个负30度 C 的手套。这两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用，主要是你手套在下雨的情况下湿久了，就算防泼水，它迟早还是会进水。这个时候你全身湿哒哒的，高速下坡，手会冻僵，冻到甚至你刹车会没有力道。但像我那一个负30度 C 的防寒手套，它是防水，里面又有抓绒。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必须要穿上去了。叉子、汤匙，但是日本基本上你都可以去要那个免洗筷、免洗汤匙，所以就还好。重点来了，机车雨衣这一件算是这一次旅行的 MVP。大家不要觉得下雨才会用到这一件，其实当你很冷的时候穿上这一件，马上暖起来。其实能够防大雨，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它不透风、不透气，它可以把热气完整的锁在里面。所以当我把拉链拉起来，配上脖围，把所有的热气全部锁在这件雨衣里面的话，核心其实温度都是非常够、非常热的，甚至说晚上在睡袋温度不够凉，我也是套上这一件雨衣，直接把身体的热量给封住，这样子就不会冷了。再加上我的第一件蓝色外套，第二件防泼水的绿色外套，再加上这一层雨衣，3件加起来基本上负5度 C 以上都不用怕了。这个是轻便式的鞋套，出门我带了10个，结果没想到用到现在只剩下1个。这个也是好用的，虽然大家看起来很矬、很破烂、很轻便，而且通常踩个半天下来走个路之后，脚底都会被刺穿。但脚底板因为都是胶底，所以是不会渗水的。会渗水的地方都是上面这一些海绵会暴露在外面的地方。在下雨天最怕的就是鞋子、袜子湿掉。不止当天难受，隔天也烘不干，所以在下雨的时候，长裤的裤管先拉起来，把这个轻便雨套全部拉到最高。我整趟下来，只要有套上这个轻便雨套，我的鞋子就没有湿过。雨裤的话就有点厚重了，因为脚踏车脚是一直在转、一直在运作的东西。因为我的大腿、小腿、脚是不怕冷的，与其穿这个雨裤，不如不要穿，而且还有点重量哦，大概700-800克。下次不要带了。为求保险，台湾的这种轻便雨衣我也带了一个，然后原子笔啊、耳塞啊、OK 绷这些东西带了好几次都用不到。这里面还有一把小卷尺啦，上飞机前 check 一下，量一下尺寸。以上就是前轮左边这些比较用不到的马鞍袋所放的东西。最后这一袋右手前方的马鞍袋，我在骑乘的时候几乎每天开启这个袋子不下20次。首先是晚上要穿的替代衣服，因为用不到，所以这一个是在这个马鞍袋的最下层、最不容易拿到的地方，没有关系。再来，这个是备用的墨镜跟太阳眼镜，有时候下雪或者像现在大太阳的时候，还是可以拿来做替换啊。像眼镜这种东西很容易睡觉翻个身就折坏了，那你看不清楚这么漂亮的风景也很浪费。所以备用的眼镜再加上防太阳的墨片，我还有再多带一副。现在这个包包里面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但是平常会放一大袋零食，然后还有相机的备用电池。现在要回国，零食也全部都吃掉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就非常空，非常的轻哦。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全部的装备讲解。如果大家接下来有旅行的计划，想要再深入了解一下我过去的骑乘经验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问我。哦，对，还有手机的备用机一定要带，这一次没有备用机可能就挂了。网络我也另外建议买一张 SIM 卡，而且买吃到饱的，不然1G、2G 有时候不小心上传个照片，或者不小心误操作，一整天流量就用完了，那剩下的可能连导航都很困难。那刚好现在趁着外面的阳光很热，热度都透进来了，赶快把行李洗一洗、晒一晒，回去就不用再整理这些旅行的东西，袋子一丢出去买新手机了。哦，对，电脑我最近想要换一台新的 RTX 5070 Ti， 再加上9950X， 因为我之前在买电脑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剪片啦，都已经6-7年前的电脑了，现在剪那个 4K 影片真的跑不动，一直在卡顿。这次北海道的影片真的很精彩，所以回去打算换一台新电脑，好好的剪。怎么听起来好像是借口？じゃあこのすき焼きはい。
原本还想去对面的便利商店买2个冰淇淋，当做这一次旅行的鉴别礼。结果这1700块还有附白饭、味噌汤，还有奶酪，吃到饱，所以就不用去买冰淇淋了，就疯狂的吃甜点。好了，那也来到了旅行最后一天的晚上，现在时间6点半。我觉得就不要再去逛了吧，好好的让自己放松沉淀，回想一下这次旅行的经历，也要慢慢从旅行的精实模式回归到懒散模式啦。太过感性的话先不要讲，明天我们在新千岁机场，那个场景比较适合。25号起床，总算要正式出发了。现在时间早上6点半，我们搭7点的机场免费巴士，班机是12点啦，所以算是非常有余裕的。真的不要问我为什么带了30万日币出门，骑了20几天的车，还剩下18万日币，然后等到要回国的时候，剩下2-3万块。大家总是说雷哥骑车怎么会过得这么苦，但是大家没有看到我下车的时候的模样。没想到在台湾整天买够，出了国还在买够。自転車のサイズは実際に、はい、もう確認したいので中開け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はい。空気抜けてます？ガスはない。The main character is wild bears. Bear spray をここね、yeah, circle 北海道20 days。人参。221センチあって、はい、一応203センチ。事前に申告しますなら1点は大丈夫と思います。こちらに来られた時も、はい、この海外や台湾で来られて、はい、この自転車乗せて来られた。はい、普通は203で以下。でも自転車は事前に申告しますなら少しオーバーは大丈夫。自転車も申告は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ても、はい、最長っていうかその一番長い長さが120センチか、全体が203っていうのは変わらなくて、このスポーツ荷物は自転車も同じです。今日はこれ大丈夫です。このままお預かり自宅できるんですけど、はい、申告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たら203センチ以内超えてても大丈夫なんですけど、203センチ超えてたトータルが超えてたので、はい、飛行機の機材に IT で運航している飛行機の機材がこれ以上大きいものが載せれないんですよ。はい、なのでこの大きさ以内という風になってて、申告していただいてたら確実にこの203センチのものは載せれるよ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サービスセンター連絡して、そして大丈夫と返事します。来てます。はい。オーバーしてても大丈夫っていう風に。はい。自転車とスキーボードはきっと長さは120でオーバーします。だからこの時はカスタマーサービスセンターで申告別案で処理します。申告してても大きさは203は変わらないんですよ。だけど載せれるか載せれないかは最初に申告してるかしてないかだけなので、申告してた場合は載せれますっていうサイズが変わらなくてもオーバーしてても載せれますよっていう。これ日本で3回、いつもこの自転車で申告します。今日はこの自転車、はい、問題なく乗せれるので、はい、それ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はいはい、特に何もないですね。これ以上、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先ほどご説明した、はい、203センチは120センチメートルどっちかのお話なんですけど、はい、基本的にはおカバンもスポーツ用品も203センチ以内というのは基準は変わらないです。はい、なんですが事前に宣告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で荷物の入れる箱、はい、コンテナが容量があるので、例えば自転車を持ってくる方が10名くらいいた場合は超えている場合はお預かりができないとなってしまうんですよ。今日はお客様だけだったのでカスタマーセンターの方も203を超えてるけどいいですかっていうお電話していただいた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い、お客様だけだったので申告があった方が、はい、なので大丈夫ですというふうに
お伝えしてたんですが、もしカウンターでカスタマーサービスセンターからお伝えしたの通りのご案内になるんですが、何かご不明な点とかございますか？これ大丈夫？大丈夫ですか？この後、今後も乗られる際に自転車でしたり長い大きいものとかがあった場合は事前にご連絡いただいてお持ちいただくのが一番よろしいかと思います。今回も事前にご連絡いただいて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事前にご連絡いただいた方が確実に荷物積むことできるので、今回のようにお電話いただけるのが一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大丈夫ですか？はい、大丈夫。はい、すいません、お時間いただき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每次想要从日本飞回台湾的时候，都要搞这一出，因为脚踏车就算装箱了，你前后轮都拆了，只要你不是那种硬壳专门的一个坑一个洞的那一种，基本上单边长都会超过120，三边长加起来也会超过203。所以像脚踏车、滑雪板这种运动行李都是要事前申报。这个我在台湾事前就已经买好回程的机票，而且也都申报了。甚至这一次箱子的大小是120×70×20，比我申报的还来的小很多。但好像上次在新千岁机场跟这一次在新千岁机场回程都要搞这一出，因为在虎航的规章里面确实没有明写，它都是个案要跟客服申报的，就该做的都做了，该确认的都确认了，但是要真的拿出规章的时候又拿不出来，因为每一个都是个案处理。我觉得下次真的要用英文跟日文都问，然后把那个对话给截图下来，但我觉得还是有困难啊。他们的电脑里面明明就有申报长度的资料，结果每次搞到最后都是因为这次是特别，然后飞机还有空间，所以让你破例让你上，听到心情感觉就不是很好。拜托，该想的、该预备的、该查的，我全部都准备了。好，但是没关系，在最后的时刻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到我自己的心情，反正能上机就好了啦。最后再来为这一次北海道的行程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咯。遥想第一天在下雪过后，函馆的路面结冰，从第一次原地重力摔开始，我就知道这一趟不会那么简单，但我也没有想到最后骑下来会到这么难，内胎外胎全部都用掉，甚至还要在原地买，摔了手机，下雨无数次，逆风、侧风，甚至吹到车子都要倒了，最后还是有办法扛住，而且一天平均下来也都有骑150公里。不要觉得一天骑150公里很普通啊，因为日本的平地都是有带上上下下的坡，再加上路面差，侧风影响又大，在满载的情况下，一天要骑到150公里，其实多少还是要夜骑个2-3个小时的。但基本上来日本骑脚踏车也是第3次了，也很快就熟练，很快就熟悉，一下子就步入轨道。最后还是用最万全的准备与健全的心理去迎接了北海道这一个接着一个挑战，真的很困难。原本刚情绪都酝酿的差不多了，准备在镜头面前流下1-2滴眼泪，结果突然被行李的那个 size 又拉回现实。但没关系，这一次在事前我就有决定好，这一次的 ED 要做的隆重一点，甚至事前都已经想好分镜要怎么安排，在途中要拍摄哪些景色，最后去组成这个 ED。所以最后的感动情绪张力就全部放在 OP 那边咯。时隔2年，上次环日本的遗憾，这一次在北海道全部都补足了。好了，把握最后的时间再去逛一下，还有一点重量可以稍微再买一下。那最后时间留给自己，最后就用这个 ED 来为这次北海道做一个完美的总结咯。我是雷哥，我们下次旅程再见，拜拜。夢
ゃなかったらみんなとだったから今日が輝くよそれぞれの道へ走ってく姿が物を震わせて心から心へと夢が広がってくよ奏でよニューストーリーあの日受け取った勇気時を超えて今送りたい私からももっと届け熱い想い得る夢にその背中へ踏み出そうニューステージだって大丈夫だよどんな時だって諦めないでくれた新しい夜明けだねさあ夢をここから繋いでいこうもうほどけないようにぎゅっと胸のリボン結んだら一個をあの虹の先で奇跡が待ってる名前